近日，廉政公署一直在追查的一起非法走私行贿案有了眉目。一家名为李达的贸易公司被举报，举报人是公司内部的财务总监许直尧，他也是本案重要的证人。就在开庭前，许直尧却犹豫起来。李达以及负责人陈超群不过是被扔出来背锅的棋子，即便抓了他也无济于事。陈超群最多蹲几年大牢，他背后的集团仍会继续运作，每年走私过100亿的香烟。廉政公署的调查主任陈敬慈却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，抓了陈超群就可以顺藤摸瓜深入调查。许直尧没有多说，他交给陈敬慈一个 U 盘，里面是陈超群通过一家名为年代投资公司贿赂海关的资料。两人约好法庭上见。等陈敬慈离开后，许直尧便躲过看守的调查员逃离了酒店。庭审上，第一被告陈超群也未到席。陈敬慈按照计划递交了年代投资相关资料，质疑之前所冻结的李达集团和陈超群个人的资产均为空壳，并要求马上冻结年代投资的所有资产。最后，法官宣布依法通缉第一被告陈超群，第二被告海关指挥官钟嘉玲继续取保候审，年代投资的资产被暂时冻结。案件7天后开庭重审。为了7天后案件能够顺利重审，廉政公署开始部署行动多管齐下。陈敬慈负责整个案子的协调组织，谈判专家江雪儿则负责赶赴澳洲说服许直尧出庭作证，其余几组负责查封年代投资并从中寻找线索。陈敬慈和江雪儿本是夫妻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分居多时，眼下又因为这宗案子不得不合作。江雪儿收拾东西前往悉尼，陈敬慈则继续深入调查相关线索。陈超群家妻儿早在半个月前就离开了家，这显然是有计划的逃跑，而绝非临时起意。年代投资公司所有资料文件也被人刻意打乱，大大影响了查阅进度，并且这些明面上的资料最后可能只会查出一些空壳公司。陈敬慈想起了许直尧给自己的 U 盘，但里面的客户名录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异常。陈敬慈只得另想办法，他查案的手段一向不太正规，便从名单里随便挑了家公司，吩咐下属盖瑞和小晴做一份假的账户资料，将名字改成钟嘉玲。陈敬慈调查了钟嘉玲辩护律师吕伟龙的行踪，带着资料在一间餐厅偶遇了他，半真半假的表示自己在年代投资的文件中发现一个异常的账户，这个账户每次都会买入一只冷门股票，这只股票平时没什么交易量，一旦被这个账户买入后就有几十倍的波动量。言外之意就是钟嘉玲和陈超群之间靠股票来行贿受贿。一番敲打后，吕伟龙有些心虚，陈敬慈继续加码，表示已经向证监要了股票交易记录，并且会继续调查这家公司的资料，到时候就能确定交易双方到底是什么人。最后，陈敬慈建议吕伟龙打电话问问钟嘉玲是否愿意转做污点证人，毕竟他有罪是板上钉钉的事。陈敬慈有把握这出宫心计会起作用，他吩咐盖瑞出一份假的污点证人协议书带来。此时接到消息的钟嘉玲也来到餐厅，人和人的心理素质确实有差距。陈敬慈这一出让钟嘉玲乱了阵脚，以为廉政公署已经掌握了他受贿的切实证据，便在污点证人的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同时按照陈敬慈的要求，将他和陈超群之间的交易复述一遍。原来李达集团的香烟并非走私而来，而是利用出口文件，从香港的烟草公司大量购入不含税的香烟，然后躲过海关的不定时出口检查，将烟流回香港市场，从而躲避高额香烟税，赚取巨额差价。躲过海关检查靠的就是从钟嘉玲这里拿到的海关巡查时间表。行贿的方法也正如陈敬慈猜想的那样，但李达和陈超群都不是最终目标，陈敬慈要抓的是他们背后那只黑手。此时许直尧已经下了飞机，香港驻悉尼的经贸办事处职员将其拦下，试图说服他返回香港，然而却被许直尧婉言拒绝，他是证人不是罪犯，职员也无权将他强行留下。翌日，江雪儿也落地悉尼，如陈敬慈料想的那样，他在医院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许直尧。许直尧仍然拒绝出庭，但他为江雪儿提供了另一个思路。像年代投资这种洗钱的机构，早在创立之初就预设了东窗事发后的操作。冻结令一出，他们就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不同的投资工具和海外公司，将所有犯罪所得的钱调走，放到金融市场这个钱最多的地方，并在5天左右的时间里再把这笔钱拿走。如果廉政公署盯得够紧，那么就能抓到这个拿走钱的人，这个人自然也就是幕后主谋。江雪儿将这一消息传给陈敬慈，廉政公署除了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调查，同时还拿到了陈超群离开医院以及许直尧在机场的监控视频。通过监控视频，陈敬慈发现陈超群和他的辩护律师高正文出现在同一辆网约车，并在西贡龙虾湾一同下车。许直尧的身边则一直跟着2个人，似乎是在监视他。陈敬慈让下属24小时跟踪调查高正文，同时查明了机场2人的身份信息。
他们分别是叶永强和杜志明。陈静慈将信息传给江雪儿，询问他有没有见过这2个人。江雪儿回忆了一下，发现他们曾出现在许之遥身边。根据陈静慈提供的地址，江雪儿来到许之遥家，发现叶永强和杜志明也在这里，双方似乎发生了一些争执。等2人离开后，江雪儿潜入许之遥家，问他到底隐瞒了什么。许之遥承认这2个人是陈超群派来监视他的，并且陈超群还保证只要他不回香港就不会有事。江雪儿闻言便打算留在这里保护许之遥，一直到案子结束。香港这边，下属小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有一笔6000美金的钱被人换成1枚比特币放在某部电脑里面，只是追查这部电脑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，并且结果不一定有用，于是这条线索被暂时搁置。至于高正文，下属回报他昨天的行程没有可疑的地方，除了中途司机去买过1包卫生巾。陈静慈马上表示这就是可疑的地方，命下属马上去查这个司机。同时，陈静慈发现年代投资的账户还在动，应该是某个海外账户在操作。他打电话给江雪儿，让他问问许之遥。江雪儿无意中发现操作账户的就是许之遥，但许之遥却表示自己只是查看一下交易状况，交易什么时候完成，就代表他什么时候安全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还将账户密码给了廉政公署。线索杂糅，工作量增大。陈静慈向马主任提出延长审讯，以此争取更多的时间调查案情。马主任拒绝了他的提议，要求陈静慈在剩下的几天里做好该做的事，至于结果如何就听天由命。陈静慈只能根据现有的线索继续调查。通过跟踪高正文的司机，廉政公署发现了陈超群母子的住处，但却苦于没有证据，无法采取任何有效行动。陈静慈回到廉政公署，小晴告诉他，年代投资疑似把转走的钱都用来买了比特币，最后转到了瑞士。同时，他还查到6000美金的 IP 地址就在廉政公署，只是还无法确定是哪个人。陈静慈有些惊讶，他嘱咐小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随后似有所觉地查看了许之遥交给自己的 U 盘，点开那个他没注意过的文件，果不其然，发现了不止1个比特币，这显然是许之遥的手笔。陈静慈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，他将电话打到江雪儿手机上，要求许之遥接电话，却被江雪儿告知许之遥受到了生命威胁，于是改变主意，打算回香港出庭。陈静慈只能先按下不表，看看许之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陈静慈将最新情况汇报给马主任，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阻止那个开始灭口的大老虎，否则开庭那天所有证人都会缺席。话音刚落，高正文出事的消息便传来，他从23楼坠落，现场血肉模糊。与此同时，陈超群母子的住所也被人安放了炸弹，造成孩子死亡大人重伤的局面。祸不单行，许之遥在回程中向江雪儿透露自己是陈静慈的卧底，这1年来不断帮他收集线索，最后时机到了站出来举报。要知道，在香港的法律中，通过未经授权卧底得来的证据并不会被法庭采纳。江雪儿第一时间向马主任询问这件事，马主任得知情况后训斥了陈静慈并将他开除，同时打电话给江雪儿，表示案子已经取消，许之遥不必再回来。于是许之遥和江雪儿便在机场分道扬镳。陈静慈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，陈超群却来到廉政公署请求保护。这时陈静慈收到一条来自澳洲的匿名短信，对方表示自己履行了承诺。接着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陈静慈接起后发现是小时候住院时负责她的黄护士。黄护士十分感谢陈静慈捐给医院的几亿元，这让陈静慈一头雾水，也让她回忆起了小时候，她就是在那时认识了许之遥，两人同住一间病房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，和病房的另外2个孩子打打闹闹，还约定以后要赚很多钱捐给这家医院。另外2个孩子就是叶永强和杜志明。整件事情变得清晰起来，这一切都是许之遥一手策划。两人大学时约定一起考入廉政公署，结果许之遥落了榜，成为会计后不忘初心，坑了老板走私的来的钱，劫富济贫捐给了医院。然而许之遥虽然策划了这起案件，但他还不是陈静慈口中那个大老虎，这个大老虎还在接二连三的杀人灭口。许之遥的合伙人死在一块农田，通过追查农田上空飞过一辆直升机，华南烟草公司的大公子被逮捕，他就是幕后的老板。在此之前，澳洲的一个滑雪场内，许之遥坐着缆车上了山，从卫生间出来后全副武装踩着滑板下山，一个黑衣人迅速跟上，等远离人群后开枪射杀了许之遥，但死的实际上是身患绝症命不久矣的叶永强。两人在卫生间互换了身份，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。不过许之遥也没逃过，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，但意外却先一步降临。他和女儿玩捉迷藏时被推进了游泳池，女儿跑开时并未察觉到许之遥的异常，他就这样心脏病发作被淹死，实在令人唏嘘。